大家好，今天这个视频的话，主要是讲一下现在发布的一个交易系统，然后这个是我当前所在用的一个交易系统，包括信息的显示、开仓平仓，然后还有一些指标，然后新的发布的那个辅助交易系统的话，是跟这个基本功能基本都齐全，包括基本信息、开平仓、调整止损止盈。然后平仓这些都有了，然后现在其实是已经发布在那个 MQL5里面的话，然后在实用工具里面有一个 AI Trade Robot， 是今天刚发布的，然后基本样式的话是这样，然后跟我现在的交易系统差不多，然后基本功能是齐全的。然后我们现在这个视频的话，就是主要说一下这个交易系统，就是如果你要下载的话，下载之后的话怎么用。然后我们先打开一个新的那个品种吧，然后我们看一下黄金吧。黄金，这是黄金，然后这上面两个指标的话，因为那个系统不包含这两个指标，然后 RSI 的话是都有的，然后这个指标是一个自动化的轴心指标，是我前段时间开发的，然后也是现在一直在用的。然后我们先看一下那个系统吧，就是如果你下载完之后的话，然后那个从这儿 export 里面，然后找到之后的话，然后双击之后的话，这是显示它那个入参，然后你点确定，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基本样式，跟那个我描述里面的话是信息是一致的。然后你下载完这个系统之后，然后哇，这黄金突然跳涨，8点半，然后应该是有消息产生的，然后我们先不用管它。然后我们先说这个系统，然后系统下载完之后的话，这里面的话有两个地方是需要你注意的，一个就是这个自动化交易，然后这个的话，如果它是红色的话，就说明你现在没有开启自动化交易，你需要点一下，把它设置成，然后现在的话变成绿色的话，它就是开启的。还有一个位置的话，就是这个地方这个笑脸，就如果它不是一个笑脸的话，这是一个空的标志，就说明它没有用到。就是这个交易系统也是不能用的，然后你点击它，然后在这里面有一个 comment 里面，这儿有一个 allow live trading， 就是允许自动化交易，然后这儿的话你点把它打上对号，然后再点 OK。 好，现在的话这两个地方都是绿色，还有这个笑脸，就说明它那个是这个交易系统是可以用的。然后我们现在说一下那个入参嘛，然后我们点击这个，然后这里面有一个入参，这里面的参数的话主要分为两大块，前面三个的话是开仓的消息，然后后边这些的话是当前这个操作面板的一些基本信息。我们一个一个说，这个 button X size 的话就是指的这个单个按钮的宽度，然后就是现在这个按钮现在是200，然后这个 Y size 的话就是当前按钮，就是按钮的高度，就是这个高度是40，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按钮距离，因为我是以左上角为原点的，然后所以的话它这个 XD size 的话就是这个按钮的边界距离左边界距离屏幕左侧的那个距离20，也就是这个距离是20。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字体的那个大小，因为我现在是设的14，然后因为每个人电脑可能包括屏幕分辨率之类的可能不一样，所以的话这些参数的话你可以自己调节，然后调到你觉得舒服的就好。然后这个的话就是两个按钮之间的那个间距，就是这个位置是10，包括这儿都是间距都是10。然后后边这三个的话，因为我是整个这个面板分成了3块，这是第一块、第二块、第三块，然后这个的话就是第一块的这个上边界距离屏幕，就是距离你这个图表上边侧的那个距离30，也就是这个位置，这个距离是30。这个是第二个区域，这个从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是200，从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是400。基本的话就是你这样设置完之后的话，你调整一下间距，它就看着比较好看。
所以整个入三的话，其实看着多一点吧，但是其实也简单，就是前面这3个开仓的，后边这几个的话都是面板的一些具体信息，主要是为了适配大家的那个不同分辨率的。好，然后看一下这三个的话就是开仓的。第一个呢就是每单开仓的那个数量，这个10的意思的话就是最小开仓量的倍数。假如我们拿欧美来说的话，欧美最小开仓量一般都是0.01手，所以的话10的话就是你每次开仓点这个 buy 或者 sell 之后，它都是开仓0.1手，然后你开10次的话，它加起来的话就是100，也就是1手。这边后边这2个的话是一个风险管理的，包括那个开仓占用保证金与净值的比例，就是占用保证金的占比嘛。然后这个越小，就是风险越低，就是你开仓的那个占用保证金不能大于这个比值，如果大于的话，是这个交易系统是不允许你开仓的。包括这个是单品种的那个最大开仓量，就是你这不是10吗？然后如果你开仓10次的话，它已经达到100了，你第11次你再开仓的话，因为这个限制的话，然后交易系统也是不允许你再开仓了。然后所以这2个的话都是风险管理，一个是保证金的那个占比，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单品种最大开仓量的那个限制。好，参数的话是这些。然后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面板的基本信息，然后再做一下演示。然后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是第一块区域。第一块区域的话显示当前品种，还有当日的波动百分比。现在的话就表示当前黄金波动上涨了0.57%。下面这个的话就是当前的点差。然后点差这一块的话多说一下吧，因为我用过好多平台，然后也跟其他平台对比过，然后包括福汇了、富拓了，然后 IC 的话，他们那个点差基本上的话都会比其他的点差会低。我说这个的话就是包括了那个开仓的成本，包括佣金什么的话，就整体下来的话应该会比较低一点。后边这个的话就是你觉得它看多，然后你点 buy， 然后看空你点 sell。后面这个的话是一个批量的止损止盈的那个设置，然后就是你盯单比较多的话，然后你如果想批量的修改，让它自动修改那个止损止盈的话，就点这个，它就是一个一键的修改止损止盈的操作。然后后边这个的话就是平仓，然后也是一个一键平仓，就是你们不管有多少订单，假设有几十个的话，它会把当前品种的所有订单全部给平掉。后边这个的话就是显示当前的持仓量还有盈利情况。然后我们现在具体演示一下。然后黄金对美元，因为刚才是8点半嘛，然后应该是有消息，我们从图表就能看出来突然上涨，而且幅度很大。然后所以的话，现在整体的话，它趋势的话就是向上，所以我们可以点买入。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它的信息，然后你点过买或者卖之后的话，这上面都会显示当前的品种名称，包括你的方向，然后包括开仓量是多少。这个里面的话，默认的话它是一个 no， 就是怕你误点嘛，所以的话需要你，如果你真是想开仓的话，想买入的话，你点 yes， 就是2次确认。好，我们开完仓了，然后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订单。订单的话，这上面的话会，这个就是开仓价，然后上面这个的话就是止盈价，这个是止损价。我说一下这个止盈止损，这个的话是我基于历史一段时间的平均波动来做给大家就是一个初始的一个阈值，就是初始的一个止损止盈。大家的话开完仓之后的话，就因为这个的话主要是为了避免，然后大家因为这个交易系统不允许风险太大，所以的话你至少有一个止损位置，然后不至于爆仓了什么的。然后好，我们现在是数量的话是10了，我们点多开几单，因为我们当时主要是验证一下刚才那个参数的。然后现在是40，就是你每开仓之后的话，下面的这个数量都会实时变动，包括开仓量还有当前盈利情况。然后我们再多开几仓。
好，我们现在80了，90、100。好，我们现在100了，然后我们可以现在看一下那个参数，这个参数里面的话有一个是这个，就是品种的最大开仓量，这上面写的是100，所以的话100的这个的话再说一下吧，这个10的话就是意思最小开仓量的倍数，就是你每单你假设欧美的话，它最小开仓量是0.01手，所以的话这10的话就相当于每次开仓的话就是0.1手，最大限量的话100的话就是最大100手。这些参数的话你可以自己调整，如果你资金量大的话，你就可以调大一点，资金量小的话你就把这些都调小一点，没关系的。然后我们主要是防止风险过大了。然后调整完之后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数量，然后我们现在再点，然后现在的话就会弹出一个新框，因为这里面的话我会做那个系统里面会做验证，如果你当前的那个持仓量已经超过了设定的那个最大持仓量的话，就是系统不允许你再开新仓，所以这儿的话就是 count open， 所以你点着确认就行了。然后sell 的话是同样道理。然后我们现在再看一下这个调整止损止盈，因为这是一个批量操作，所以主要是针对如果你只有一两单的话，那无所谓，那你自己调整一下就行了。如果你仓位比较多的话，你假设现在你觉得这个止损位置比较太大了，然后损失太高，好，你现在可以任选其中一单，把它那个止损位往上调，这样的话它那个止损会小。然后止盈的话，你觉得它可能到不了这个位置，然后因为刚才最高点在这儿，你可以把它往下拉。好，现在其中有一个订单的话，它那个止盈都比其他止盈位置更低，然后止损的话比其他的止损位置更高，也就是止损就是损失会更小，然后盈利可能达不到的话，你可以拖小点。好，我们现在其中有一个这个，然后你现在再点这个调整止损止盈。好，看到那个变化的那个过程了吗？好，变化完之后会提示你一个信息。好，我们现在看一下，因为刚才止损位置都在这儿，现在调整完之后的话，止损位置都在最小的，就是刚才最止损更低的，就是就是损失更小的这个位置了。然后止盈的话也是同理的，但止盈跟止损有点不一样的话，就止损的话都是在同一位置，就是你哪个更小，它就在那个。但是止盈的话，我设置了一个相当于一个递增吧，递增顺序，就是价格往上突破的话，它会一个一个损失，就是它中间可能会有一定间隔。然后这个是调整止损止盈，然后这个是平仓，这个也是一个一键平仓功能。然后它的话其实就相当于你觉得当前它那个一直在震荡，或者你觉得不想等了，它达不到这个止盈位，或者你觉得它在跌，然后不想让它损失太多的话，你就可以点这个一键平仓。然后我们可以测试一下，点的话也是需要一个2次确认的。然后我们看一下它那个变化。好，现在那个平仓已经完成了，然后这上面的话就显示会给你一个返回结果。然后我们现在再看这个平仓，就是持仓量都变成0了，然后盈利也都是0了，因为现在已经没有订单了。所以的话，这个就是整个的那个交易系统。后期的话可能会，然后看需要的话可能会加一些其他的一些操作，然后包括一些其他的信息都可以往这里面放。然后这里面的话，然后重要的一点的话，就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风险管理的一个包括自动化交易系统，所以的话这些看你资金量，如果你资金量小的话，就这些参数你都可以调小一点。我们主要是为了稳定盈利嘛，不求突增突减的。然后如果你资金量大的话，那你可以把这个调大一点，然后你可以自己依据自己的风险评估吧，然后来做。好，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然后后面的话会把那个链接，然后包括那个发布的那个产品的那些链接，还有这些指标的链接，还有个人的信息都放在下面。大家有什么意见或者需要的话，可以给我发邮件，或者是通过 QQ 或者 Telegram 联系都可以。然后有时间的话，我会及时回复大家。好的，谢谢大家，今天这样，拜拜。